呢？少奶奶，你不说是夫人下令让我拿的吗？对不起，张妈，我骗了你，夫人从来没这么说过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为什么偷我的银子？我找你借你不给，我又有急用，所以只能偷了。你还有理？那些银子呢？在哪儿呢？都花了。你说什么？全都花了，一文都不剩。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，你去悬崖，去悬崖啊！报官！什么？正式状告周莹？是，婆婆告儿媳偷盗。这个女人还真是一刻都安分不下来。请赵大人做主，为民妇做主。周莹，你婆婆状纸上所说，可是事实？是，句句都是事实。赵大人，我错了，请你责罚。但我现在还不出来。啊？为何？我订了2000亩棉花，那2000两银子，连同典当土地的银子，我都交了棉花定金了，现在一文都不剩。赵大人，我这有详单，你看了就知道，我所言不虚。啊，在这儿呢。你把那50亩地也拿去当了？娘，消消气。你是存心不让我活呀？没有银子，没有地，我要怎么办呀？周莹，你可知道，偷盗2000两白银乃是重罪，怎么也要关上1年半载。我知道，但如果你现在把我收监了，反而是害了我娘。娘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在此立字为据。3个月之后，我连本带利还你2400两银子，那50亩地也完璧归赵。若3个月还不出来呢？我自己到衙门投监，要打要罚，绝不皱眉。你要是骗了我呢？这样，我请赵大人为我作证，我一定信守诺言。赵大人，可否？放肆！你拿我赵白石当什么人？为你作保担责？当初若非赵大人教导，我怎会突然醒悟，一把火烧了那罂粟？所以你当保人理所应当。周莹，你行为不检，目无尊长，视法纪为无物。今日我若不再重罚于你，整个泾阳的风气将被你败坏。来人，来，将民妇周莹拖下去，打3大板。别打！赵大人，我撤诉了还不行吗？你想告就告，想撤就撤，你拿我这县衙大堂当什么地方？赵大人，你看我娘都说不告我了，你就饶过这一次吧。啊，赵大人，哎呦！夫人，这3板下来，寻常男子都难以经受。我这么做，的确是用心良苦。
你火烧罂粟，赵某佩服不已。虽说你心有良知，但如果不及时匡正，很容易走上邪路。所以，我打你这3板，就是希望你能痛定思痛，从此收敛心性，走上正路。赵大人，谢谢你刚才打了我，但却不是你刚才那番道理。那是什么道理？我偷我娘的银子，虽然情非得已，但也是错得离谱。你打了我，我屁股虽疼，但我心里却松快不少。我娘本来恨我入骨，但你将我打得如此之惨，她的恨也变成了心痛，也让我心里十分受用。我也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嘿，3板子换吴家东院一个东山再起，我觉得还是挺值的。看来我的苦心你根本没有领悟，我还得再劝劝你。哎，你不就想说那个非什么那个误什么吗？别劝了，我这辈子也改不了了。哎呦，太疼！啊！哎呦，娘，我缓过来点，我们回去吧。不打紧吧？哎呦，要不要去看看梁大夫？不用，我自己有偏方，专治跌打损伤。要不要喊点轿子来？哎呦，我这样子哪里还能坐轿子呀，娘！哎呦，春心，来，我起来。哎呦，不行，等一下，那个烦了。赵大人，把你这凳子借我使使。春心，把我抬上去啊！来，腿，把我腿扶上。哎呦，轻点。啊！王世军叫不起来。启动，回府。哎，慢点。哎呦，轻点，轻点，稳点。别晃。来，小伙。哎呦，别跌，疼死我了！轻点，来，轻点，稳点。哎呦，别晃，稳点，别晃啊！慢点。疼吗？你也是为了吴家东院，为了能让他以后过上好日子才这么做的。他居然还去县衙告你，还让你挨板子。没事儿，这3板子既打不死我，也打不残我。少爷一走，孩子一掉，说白了，你跟东院也没什么瓜葛了。少奶奶，要我是你，我就走，反正一身的能耐，走到哪儿也饿不死，何必守着这个烂摊子？可她是吴聘的娘啊，这是吴聘的家呀。我走了，她怎么办？这个家就再也没希望。你对少爷的感情真是太重了。
胡老爷，你这条毒蛇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这条毒蛇！您就这样对待你的老朋友？你骗了我！你说吴为文他宠爱我、陷害我，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造假，你的假药也不是他教出来的，相反的，他为了救我，竟然把一切都揽在自己头上。可是我做了什么？我竟然做假证，把他置于死地呀！可是如果你不做假证，死的人就是你呀！我宁可死的是我。是吗？你真的敢死吗？胡老爷，说句实话，你死不死，我一点儿都不在乎。吴为文他死不死，我也不在乎。在我眼里，你们都只是蝼蚁。那你就杀了我。不能杀。虽然在我心里你无足轻重，但是对另一个人来说，你却非常重要。谁？你女儿胡咏梅。你把她怎么样了？她现在很好，她现在在外面到处找法子救你，现在求到我这儿来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决定放了你。你还是杀了我吧，就像你逼死韦文兄一样。可我已经答应胡咏梅了。你如果把我放出去，我一定要把这一切都说出去，我要为吴为文报仇。你不敢。如果你真要说出去一个字儿，我就让胡咏梅沦为家奴，让她一辈子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说到做到。胡老爷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好珍惜吧。老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古月药材行已经关了，其他的都好处置。唯有这尊药王神像，我不知该怎么办，于是就带回来了。您看看，我记得这神像，还是当初开业时吴为文帮忙请。你这是？哟，你怎么了？这老爷干嘛呀？你怎么了你呀？来人呐！爹，来人呐！爹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，别这样。老爷您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
爹，你心里面一定有事，说出来吧，说出来会好一点的。爹，我是你女儿，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说呢？让我帮你分担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我不能说呀。爹，我们离开景阳吧。去哪儿？去哪儿都好，反正不在这儿待了。爹，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走得远远的。我们俩把过去的都忘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爹，你这样，吴叔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心安。咏梅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是我害了魏文兄，我对不起他呀。你是胡志存，周莹，你刚才为什么说对不起我爹？你做了什么害了我爹？咏梅，我们走。你用松香假冒血节，卖给东院。我没有。事情败露之后，你却诬陷我爹作假。你洗脱了自己，但东院却因为你家破人亡。你胡说，我爹不是那样的人。当着我爹的面，你告诉我，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当着我爹的面，你说，你为什么要陷害他？不，那不是我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魏文兄，我不是人呐！爹，我们走。你不能走，爹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军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干嘛？放手！我也是被逼的呀。谁逼你的？你说，是谁逼你的？不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放开我爹，放开他！我爹死得不明不白，你一定知道其中究竟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意说出真相，难道你甘心让我爹死不瞑目吗？你放开我爹！我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为什么不能说？你说，为什么不能干？来，爹，我们走。胡志存，胡志存，你回来！快点！妈，我告诉你，把话说清楚。去拦住他们！胡志存，你说，到底是谁在逼你？快点！军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家学姐到底是谁的？你回来！快走！驾！走开！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还是会找到你。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爹，没事了，那个贱人没有追上来。都是我的错呀，我犯下了大错。爹，
我不知道那军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只认一件事：你是我爹，哪怕你错了，你也是我爹。可是我不是人啊！我不是人。爹，没事儿，只要我们离开泾阳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一切真的结束。胡志存回家了，祸都是他惹的。现在老爷不在了，他还完好无缺的回家了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呀？我能感觉得出来，他对陷害爹的事情也十分愧疚，而且他一定知道军需案的真相。可惜胡有梅把他给拉走了，我什么都没问出来。可知道了又怎么样？老爷也回不来了。爹诚信一辈子啊，不能背这个作假的名头死。我们东院就算破产，也不能因为作假破产。对，我们明天就去胡家一趟。娘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问问胡志存，他的心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他胡家之所以有今天，老爷当年可帮衬了不少，就算不念恩，也不能恩将仇报呀。娘，要不这样，你明天啊，就跟他讲讲以前的事情，动之以情，说不定还能让他悔悟。爹，吃饭了。好。秀梅，你也到上陪爹喝2盅吧。好。来，爹，尝尝这个。我跟你吴叔啊，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。有一次在通州遇上了贼人劫路，我身上被砍了几刀，奄奄一息。你吴叔愣是背了我20多里，找到大夫，我才算捡回了一条命。还有一次反皮毛，爹赔的是一干二净。你吴叔二话不说，从自己的进货款里头匀出了200多两银子，给我让我重新振作，不至于走上绝路。爹，我们今天不说这些。哦，好，不说这些。那说说你吧。找个上门女婿吧。今天也不说这些。别的我都不要求，唯一的要人诚实厚道，一心一意对你好。不过你记住，钱你得自己拿着。我不嫁人。傻闺女，哪有女孩子一辈子不嫁人的？我就不嫁。爹攒下的钱都在你娘陪嫁的那个箱子里，但你要记住，千万别做生意。你拿这些钱去置买些地，收租过日子。
能平平安安活一辈子，那就是最大的福分喽。你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呀？没什么呀。爹就是怕哪天我突然不在了，该交代给你的事都事先交代好。怎么会呢？咏梅，你哪儿都好，就是脾气直，太任性，遇事不知道脑筋拐弯儿。以后可千万记住，凡事收敛点儿，万事小心。爹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你是打算去江浙还是湖广？你要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爹不能陪你一辈子呀。我就要你陪我一辈子。好，那爹就陪你一辈子。来。老爷，吃饭了。老爷，吃饭了。老爷，哎呀！难道他们知道我们要来啊？不管他，进去再说。走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，我们家老爷上吊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！小姐，小姐，你还我爹来！你还我爹来！你还我爹来！你疯了！你爹死关我什么事啊？就是你昨天说的话，逼死了我爹！你这个凶手！凶手！你爹死关我什么事？小姐，你爹害我东院破产，害我爹含冤而死，我还没跟他算账呢！我跟你拼了！我杀了你！家小姐，有没有？走开！别这样啊！别这样！我要跟他同归于尽！娘，行了，我们走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赵阳，我胡咏梅发誓，只要我有生之年，我一定杀了你，给我爹报仇！我呸！小姐，小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为什么这胡志存要死呢？把话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他就这样走了，丢下咏梅一个人，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娘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。可人都死了，还能怎样？胡志存死了，这事就更蹊跷了。你们送娘回去。
胡志存上吊自杀了。若不是心怀愧疚，他又怎么会自尽？若不是军需案另有隐情，他又怎么会心怀愧疚？你仍然坚持吴伟文是清白无辜，造假的都是胡志存一人，不然没法解释这种种疑点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军需案已经结案，据我所知，能够这样了结已经是法外开恩。如果我是你，不会再节外生枝。如果你是我，只怕会更加穷根究底。只可惜我是个女的，没法亲身去追查。这样吧，我再去帮你问问，尽快给你一个详尽的答复。唉，那就多谢赵大人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夫人，你的伤好了？好了，都没事了。谢谢赵大人关心。这儿不能躺，快滚！胡小姐，你先起来歇息一下。胡小姐，难道你家就没有别的亲戚了吗？有很多，只是自从我爹卷入军需案之后，再也没有来往了。倒是你，非亲非故的，还来悼念。胡小姐，那你爹走之前跟你说什么了吗？一句话也没说，一个字也没留。都回家了，怎么还想不开呢？因为有人逼他。谁？吴家东院的周莹。他为何要逼迫你爹？他说我爹陷害了吴伟文，一定要我爹说出什么真相。我爹早就答应了我们一起离开泾阳，但现在却因为他那番话。就我所知，军需案作假全是吴伟文主使，而你爹是被牵连进去的，这怎么可能怪罪你爹呢？我爹死得太冤了。吴小姐，节哀顺变。那您之后打算去哪儿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要留在这儿。为什么？我要杀了他，为我爹报仇。白师啊，最近如何？还好。哎呀，你的事，当初李大人也力保过，但是
贝勒爷呢却不依不饶，也只有让你暂时受些委屈了。哪里谈得上什么委屈？是我处置不当，调查不力，我应当受的惩罚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内务府的很多采买事宜，贝勒爷都是直接交给泾阳的沈家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据我所知，泾阳沈家和龙生河已经合股。原来如此啊！太后要勘修3海都没钱，还得从海军衙门的经费当中挪借，这帮王公贵族真是敛财有道啊！敛财总需要工具嘛，贝勒爷于是就选中了沈家。你此次被贬泾阳，正好可以密切关注沈家和明理的动向。这一次，就算他们侥幸过关了，下一次一定要逮个正着，到时候我也好找一个机会，让你官复原职。还有什么动向？胡志存自尽，您可听说？为何？不知道，没有留下遗言。但是死前好像隐隐约约的透露吴卫文有冤。此案连过3堂，吴卫文的口供前后完全一致，证人证据俱全，我敢保证，吴卫文绝对不冤。可是，吴家东院的后人并不甘心这个结果。那个吴家东院还剩什么人？还剩2个寡妇。再罪大恶极的犯人，在其亲人眼中，也许都是好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不过此案当初牵涉甚广，如果再翻陈渣，我怕对时局不利。如果吴家东院的后人继续纠缠，你可采用非常手段弹压。少奶奶，今年风调雨顺，棉花的产量特别好。你看，像这种品相的，至少1斤可以卖到100文。还了我娘的银子，再把地赎回来，今年至少能赚2万两。夫人，赵大人，找我有事？你前日所说之事，我特意询问打探一番。结果如何？吴卫文军需作假，可以说是铁证如山。我爹绝不会作假。夫人，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心中的那个吴卫文和真正的吴卫文，也许并不是同一个人。不可能。此案乃是朝中几位大人亲自督办，你若再是纠缠不休，我怕不但翻不了案，还会引祸上身。夫人，我还有一句相劝：吴家东院虽然遭遇大祸，不复从前，但你的身份仍然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，也应当遵守原来的做派。赵大人，你是不是又想说，我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？理当如此。可现在吴家东院就剩一个寡母一个我再不出来干活，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？哎，我知道，你要说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可我现在还不想死，我还有很多事想做呢。失陪了。
少爷，二少爷，哎，怎么了？情况不对啊！往年这个时候呀，来卖棉花的棉农早就排起了长队。今年眼看8月15了，外边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会不会今年的棉花成熟的晚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快去打听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。再过几日，武汉的童老板就要来了，别到时候没棉花卖。哎，我这趟看下来，就属咱们订的棉花长势最喜人，就这2天，都准备开始采摘。少奶，沈家二少爷来了，说要见你。他的确该来了，请他进来吧。我去迎一下。嗯。沈少爷，里面请。少奶奶，沈少爷到了。沈少爷，请坐。哎呀，我发现从正门走啊，舒服多了。沈少爷，请问你找我有何事？啊，我听说你提前3个月收了些棉花。啊，是。收了多少？不多，80万斤。80万斤啊！你真是在找死啊！哎呦，这话怎么说？你知不知道80万斤棉花放在你这儿风险很大的？是吗？那怎么办呀？我可以帮帮你。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怎么帮呀？全卖给我。没问题。哟，爽快啊！80万斤棉花，120文一斤。啊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120文一斤。你知不知道去年棉花卖60文一斤，你卖120？但是棉花可是从今年的地里长出来的。你就是在坐地起价呗。这棉花在我手上，我爱要什么价就什么价。65文。120文一斤，1文都不能少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嘛，我真的是在帮你。我觉得呢，咱俩是朋友，那朋友之间凡事就应该有商有量才对嘛。是，但朋友是朋友，生意是生意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救过你一命呢。铭记在心。70文。120文。周莹，啊，你别以为全观众就你一个人有棉花。我们走。这关中还就只有我一人有棉花。不行，人家东院已经付了定金，这片地的棉花都是人家的了。哎，考虑的怎么样？二少爷，这多赚钱是个好事儿，可今年我跟东院签了契约，今年所有的棉花都得卖给人家。要是卖给其他人，卖多少斤就得每斤100文倒贴给人家。李长，哎，李长，帮我好好想一想啊，这附近还有哪一家是没把棉花报给吴家东院的？这品相稍微好一点的，都定了，一家都不剩了。不剩。
哎，停！停！落轿。沈少爷，有何指教？这样吧，70文，一斤让你赚5文，120文，75。周云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啊！我要赚钱。我一斤让你赚10文了，你还嫌不够啊？不够。那你要多少？这样吧，看在咱们俩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115。你这个价格我没法做了。没法做，那就回家爬墙上树、摔盆打碗、唱歌划拳吧。起轿。少奶奶回来了。停！落轿。少奶奶，小五，佟掌柜已经到泾阳了，住云来客栈。云来客栈？就那小客栈？对。佟掌柜做事一向不张扬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登门拜访。少奶奶，你就这样去吗？有问题吗？佟敬夫可是一个大商人，每年从他手上经的皮棉都在100万斤以上。他对对手很挑剔，以前都是老爷亲自接待。你要这样去的话，我怕他不会取信于你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得有个豪门大户、当家少奶奶的样子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觉得挺好。终于有少奶奶的样子了。别再夸我了，快教我几句，跟人谈大生意时该说那些场面话。大生意，我不会。哎，我谈过最大的一笔生意，600两银子，算不算大？那怎么办呀？我已经都替你准备好了。你先给我念一遍。讲义而不费力，讲义而不费力，实乃商界效仿之榜样。实乃商界效仿之榜样。效仿之榜样。落轿。少奶奶，行吗？好的很。客官里边请。实乃商界效仿之榜样。佟老板，这位就是我们家少奶奶。佟老板，在下佟敬夫，昔年与吴炳少爷曾经有过数面之缘，
可惜天妒英才，敬志永绝。今日得见夫人，顿感欣慰。吴聘生前对童老板也是赞誉有加，称先生业商而无市井之气，讲义而不费力，实乃商界之效法之榜样。今日得缘一见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哪里，夫人过奖了。在下志不足以全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喻，将不能有所守，不过侥幸度日而已。先生上意。童老板，我们少奶奶啊，那个童老板，我也不绕圈子了，您这趟来是来收棉花的吧？关中所有的棉花现在都在我手上，只要童老板价格公道，我愿意全部出售。童老板，您请坐。那个童老板，我正好带了一些样品来，要不您先看看？请问夫人有多少这样的棉花？至少80万斤。太多了，我用不了这么多。那您要多少？最多20万斤。价格要是公道，我可以勉为其难，再多要20万斤。那童老板觉得什么价格算是公道呢？我在其他地方收棉花都是50文一斤，我与泾阳有感情有交情，60文吧。童老板，我这棉花120文一斤。夫人，你是在说笑吧？去年棉价大跌，关中一半的棉农都改种了小麦，而直隶湖广那边的棉田又遭了殃，几乎颗粒无收。物以稀为贵，再加上我这品相，怎么都值120文一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夫人呐，我在其他地方收了这么多年的棉花，也没操出100文去呀。哈哈哈哈哈！童老板，水涨船高，您今年的府部也一定能卖个历史最高价。80文，你这80万斤棉花我全要了。不行，那就拉倒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这样吧，若是80万斤您全要了，我让你5文，115。夫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没关系，我相信过2天直隶湖广那边的棉商都要来泾阳，到时候我这棉花150文一斤也不是不可能。哦，对了，童老板，您订的回武汉的货船好像还是80万斤的仓位，初8就必须启程，看样子这趟您得空手而归了。夫人，请留步。童老板，夫人，再让一点吧。这样，那如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
就110文。成。童老板，沈心怡，你怎么回到这儿来？我来是来跟童老板谈生意来了。在下沈心怡，沈氏棉花行的2掌柜，泾阳沈家少东家。原来是沈少爷，失敬失敬。今年我爹派我来拜访你。童老板，既然我们价格已经谈好了，那就签约吧，我也好安排交货。哎，好，这边请。稍等，童老板，我刚才好像在听你们说，今年的棉花卖110文1斤，还说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巧了，我现在手上就有80万斤棉花要卖给你，品相上好，我定的价格呢也是110文1斤的，但是我会给你7天的账期，不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。沈心怡，你哪来的80万斤棉花？关中所有的棉花可都在我手里。你别管我从哪里来80万斤棉花，只要童老板愿意跟我合作，我们沈家一定是到期付货的。我看你是存心来砸场的吧？我是存心来跟童老板做生意的。童老板，我们进屋聊。哎，童老板，你不用跟他聊，我给你105文，我们马上签约。好，我也出105文1斤，7天账期不变。100文，我也出100文，7天账期不变。哎！她真是吴家东院的少奶奶。如假包换。哎，奶奶，授受不亲啊，放手啊，放手。沈少爷，你想要干嘛？你不让我做成生意，我就不让你做成生意。你觉得你这招管用吗？目前看来挺管用的。大不了我这生意不做了，我让给你，我看你到时候拿什么交货。大不了我高价去汉中收货，我亏就亏点儿，但是我能看到你血本无归，我很开心啊。沈心怡，你真是损人不利己。我就这德行。哎，你要想撵我走呢，倒是有一招啊，把你所有的棉花80文1斤卖给我，我再100文转给童老板。做梦去吧你！啊，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出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，我还比你多一个账期。我相信人家童老板怎么都是选我不选你的。哼，你能给账期，难道我就不能？你还真不能。我都已经打听完了，你跟人家棉农呢，只是付了一些定金而已。人家一旦交货，3天之内你必须要付清全款，否则你要双倍赔偿。你地都当了，哪来的银子呀？所以你要跟童老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？哎，你就不要那么固执了啊！趁现在棉花出价还不算低，把所有棉花卖给我，否则我跟你血拼到底啊！哎呀，你想想看呐，65文1斤进的棉花，80文1斤卖给我，从我这你就挣15文了，加在一起轻轻松松1万多两银子到手了。我辛辛苦苦3个月，才赚15文，你一转手就能赚20文。要分级过秤打包装车，不要成本的，5文都不止啊！成交。这就对了，早说嘛！你走，再讲解释。你又踢我！童老板，我退出，接下来的事情你和沈少爷聊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事，童老板，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生意。还没完呢。
事还没完呢，我们还有个赌局呢。童老板，沈心怡，哎，爹，老爷，来，快来，放下。你是不是从账房里支了6万多两银子？是啊。你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这不是在收棉花吗？收棉花，最多也就是1.8两银子，你这却是6万多两银子。啊，爹，你别激动啊，你坐下慢慢说。爹，那今年的棉花不是涨价了吗？去年60文一斤，今年变80文一斤。那也不用花那么多银子，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啊，又擅自做主了？我这次一次性收了80万斤棉花。你疯了你！棉花那么贵，你还收那么多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爹，你消消气啊。我跟童静夫呢已经商量过了，80万斤棉花他全要。他全要啊！而且我还卖他100文一斤。100文一斤，他居然都同意了？他必须同意啊！为什么？去年棉价大跌，很多人不是改种小麦了吗？导致今年关中的棉花减产1半，而直隶湖广的棉田又遭遇天灾，物以稀为贵啊，价格上涨也是必然的。你还关注直隶湖广的事？那当然了，我觉得做生意啊就应该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再说了，80万斤棉花意味着什么？那就等于关中所有的棉花基本上都在我们手上，那价格当然就由我们说了算了。童静夫要不然就别做这个生意，他如果想做棉花生意，就必须要听我们的。爹，通过这次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与其一文一文的跟人家讨价还价，不如先站住局面。只有站住了局面，那赚多赚少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。而且爹，我觉得以后我们做生意呢，都要循着这个思路，哪怕之前不挣钱，哪怕是赔钱，都要先占局面。沈心怡，我看你又不知天高地厚了，是不是？你挣了多少银子，就不计成本了？就寻思着怎么赔钱？哼！我告诉你，你还嫩着呢。爹，您慢走啊。老爷慢走。石掌柜，刚才没说完呢，再去账房支5000两银子，把明年的棉花也给我定了。现在？对啊，就现在。去掉所有成本，盈利8000两。唉，本来应该赚2万两的，生生被沈星咬了一大口子。我们实力不够，能赚这么多已经不错了。是啊，按成本算，沈星怡其实只赚了2成，而我们赚了1倍还多。哼，这仇我一定得报回来。其实沈星怡并不是赚的最多的。还有谁？我听说今年府部也涨价不少，那个童敬夫至少赚了有3万两。这么多？你自己算呀，1斤棉花5尺布，这中间多大利润？哎，西院的布庄和中院的土布作坊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好像都不太景气。小五啊，哎，你赶紧去把明年的棉花定下来。行，我明天就出发。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，沈心怡的人应该已经动手了，所以你现在就得出发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不要和他们硬抢，只要能定下去年1半的棉花就行。明白。
奶奶，夜点来了。哎呦，我在这油茶里啊，给你加了点鲜杏仁，清肺的，你尝尝哈。真孝顺。你坐下，陪奶奶说会儿话。去，你爹今天来看我啊，10句里面有9句都在夸你，是吗？他夸我什么了？你给我说说呗。说你现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星儿，今年的棉花是不是赚钱了？是啊，比去年赚的还多点呢。看你爹笑眯眯的，我就知道赚钱了。四海说了，赚钱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看现在星儿，眼光啊、胸襟啊，都跟平常人不一样。说他不能赚小钱吧，他能赚大钱；说他不能冲锋陷阵吧，他可是个帅才。你爹说你是个帅才，星儿。老爷能说出这样的话，那可真是不容易。哎呀，那我早就说过，只要星儿开了窍，那比谁都强。哎，我挣的这些银子啊，其实还不算什么。另外还有一个人啊，2000两银子的本金啊，一把赚了1万多。谁呀？你们不认识。人家能有这种能耐，星儿，那以后啊，好好的跟着人家学着点啊。我不仅要跟他学，我还要跟他斗。